嘿，我是三毛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聊民主的好处。之所以要聊这个话题，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长毛，他跟我说他认为台湾的民主制度真的很烂。他的说法大概是：拜托，民主有什么用？多数的大众都是笨蛋，好吗？民主只能选出很会选举的人，而不是真的会做事的人。希特勒也是民选的啊，结果呢，把整个德国拖进灾难。不然你是有更好的办法 here 哦。与其整天看着蓝绿恶斗，不如有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统一说了算，国家政策才能彻底执行。你看看中国，现在经济建设早就超越台湾不知道几条街了。我知道长毛讲的那些听起来怪怪的啦，但民主制度具体的好处又是什么？你说得出来吗？有些人可能会很直觉的回答，民主的好处就是比较自由，但这个答案可能不太精确。你想想，民主的规则不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吗？少数服从多数和自由有什么关系？你之所以会有民主就是自由这种感觉，是因为你的偏好和价值观与多数人相同，是少数人要来服从你，你当然会觉得自由。但民主的好处是自由这句话，至少在少数人那边就不太适用。那民主的好处究竟是什么？刚刚说民主的核心精神是少数服从多数嘛，但多数人却不一定每次都是对的欸。别说希特勒，我们台湾也选出过很多令人傻眼的政治人物嘛。既然多数人不一定总是对的，为何少数却总是要服从多数？仔细想想，少数跟多数唯一的差别是什么？人多跟人少唯一的差别是什么？就是力量。讲好听一点是力量啦，其实就是暴力嘛。很多人会说，国家是属于人民的，这其实是不精确的。国家是属于暴力的，这才是现实世界。甚至不止国家，所有东西都是属于暴力的。之所以你会有国家是属于人民的这种错觉，是因为人民通常都是多数，而多数通常都掌握暴力。在绝对的暴力面前，你讲什么都是多的，不服从就是灰飞烟灭。所谓枪杆子出政权就是这个道理，而政权从来都是以暴力为担保。这也是为何自古以来国与国之间多以天险为界，因为天险阻隔了暴力的传达范围。在集权国家，当权者掌握暴力，整个国家都是他的。那如果他很能干，百姓丰衣足食，歌舞升平，那一切好说。但现实是百姓中总是有过不好的人，那因为你集权嘛，所有的事情你说了算，那长期下来，所有人的所有不满意都会算在你这个当权者头上。那当人民受不了到想要改变，想要换个人上台的时候怎么办？比较体面的办法就是请台上的集权者自己下台嘛。但是权力这种东西实在太过诱人，很少人能够抗拒这份诱惑。况且在民怨高涨时，他一旦失去权力，他有很大的可能会被清算，所以他就更不可能放手了。那当他拒绝下台，你又一定要他下台时怎么办？就只剩革命一条路了嘛。那你革命他就镇压嘛。所以集权的缺点是，每过一段时间，所有对现况不满的人会集结起来，组织另一批暴力，来跟当权者验证一下谁才是真正的暴力。而不管谁输谁赢，这种验证暴力的方式所造成的成本都非常的高，这也是集权制度最大的缺点。因此，人们发明了选举。你可以把每次选举想象成一场全国大内战，每次选举其实就是一场模拟革命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一票为自己的支持者提供暴力的担保，并透过开票结果让大家明白谁是多数，谁是少数，多数人的决定是什么。而任何想要推翻这个决定的人都必须要想清楚，因为你是在跟多数人对抗。选举的好处是，它是一种有效的与革命比起来成本相对低很多的暴力验证工具。所以民主的好处其实并不是什么经济发展更好、科技进步更快或很自由之类的，而是能够避免内战，确保政权能够和平的延续或转移。哦，是哦，所以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看着这些政客恶搞下去，是吗？话也不是这么说，你前面讲到的问题其实并不完全是民主的缺点，反而比较像是选举的缺点。而民主其实并不是只有选举这一条路而已。如果这支影片反应不错的话，以后我们找机会再聊吧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三毛，我们下次见。